想要超越极限的唯一方法，利用情感进入超新状态。这个状态下的人体能爆发出最强的力量。如今车柱英利用愤怒情绪进入了超新状态，而刘在林则是用不幸情绪进入了超新状态。重新站起来的车柱英，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都十分强大。刘在林被他一脚踩进地板里，但刘在林也不想就这样结束，他必须要把车柱英推向不幸的尽头。可这时刘在林突然感受到一股恐怖的情绪，巨大的压力令他一阵窒息。但刘在林依旧不愿放弃，他用力甩开车柱英的脚，可车柱英却借势开始蓄力，他不想再浪费时间了。随后一声巨响传遍了整座监狱，刘在林居然说要把车柱英推向不幸的尽头，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个必要，因为车柱英早已身处其中了。吴泰山有料到鲨鱼间的对决会是一场激战，但这场战斗留下了痕迹，简直跟打过仗一样。郑恩秀害怕到想要越狱，因为车柱英老大在的话就会一直发生打斗，他迟早会被波及到。韩秀雅就知道血缘骗不了人，车柱英比他预想的还要刺激。监狱1楼的囚犯都在议论这场战斗，鲨鱼被屠杀可是大事件，这代表长久以来维持的平衡被打破了，新的局势即将伴随着腥风血雨来袭，他们这些小鱼必须要躲好才能生存。监狱内局势的变动令马元昌十分激动，身为学者的他等不及想要定义车柱英，可马元昌翻遍了书籍上所有种类的鲨鱼，却始终找不到契合车柱英的那一种。自从他考完博士学位后，还是第一次有这种好奇到快疯的感觉。原本宁静的水族馆开始波澜四起了，而新的波澜就需要新的个体来维持生态系统，个体越多，马元昌观测到多样现象的几率就会大幅提升。他开始考虑要不要再拿些新的个体进第2监狱呢？少年监狱第1馆内的马谦正在不断练习，他的身边摆满了与格斗有关的书籍。少年监狱本就是比外界要危险的地方，马谦明白没有人能来保护自己，他不会再重蹈覆辙，再犯当时的错误。马谦下定决心，必须要锻炼，他要让自己变强到足以在少年监狱活下来。但锻炼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马谦在练习技巧中总是会面临失败。俊男民让他仔细想一想吧，你以为你这种弱不禁风的人练习下腿踢就能改变人生吗？别白费力气了，来跟我一起享受吧。车柱英离开后，俊男民就成了36号房长，他不明白马谦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累，毕竟自从车柱英把所有房长都打进医院后，监狱就迎来了和平时代。不过俊男民早是和好奇车柱英去哪里了，马谦总感觉车柱英对这所监狱之外的地方知道点什么。就在他们思考时，外面却传来一阵羊叫，原来典狱长饲养了一群黑山羊，据说是为了拿他们炖汤喝。此时的白毛已经快无聊死了，自从监狱被车柱英扫荡后，他连唯一觉得好玩的房长会议也没了。白毛想参加能让人心跳加速的活动，这时他注意到不远处正在发生神奇的一幕，白毛顿时坏笑了起来。与此同时，车柱英正躺在第2馆的医务室，苏醒过来的他复盘了一下上次的战斗。车柱英意识到超新所带来的副作用不容忽视，现在他差不多也平静下来了。就在这时，韩秀雅也来到了医务室，她让车柱英乖乖躺好，因为接下来是快乐的时间。此时教堂照例来到少年监狱第1馆传教，程银河也身在其中。他听说车柱英被移送到了其他地方，但无从得知是在哪里。程银河有些担心车柱英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吧。第2馆内的韩秀雅让车柱英不必害羞，因为车柱英有伤在身，不好洗衣服，所以韩秀雅要帮他把衣服脱了拿去洗，毕竟病人要保持干净才有利于恢复。车柱英不理解韩秀雅在搞什么，洗衣服又不是狱警的工作，而且哪有女狱警亲自帮忙脱衣服的。这时韩秀雅却反问，我的行为相当可疑是吗？随后他笑道，我们2馆本来就很特殊，所以连狱警也只是在做一些杂物。车柱英还以为是自己多疑了，可韩秀雅却继续说，我看到你跟刘在林打架了，你比外表看起来还要粗暴呢。不过即便如此，跟你父亲相比，你还算是个温柔的男人呢。车柱英闻言瞳孔骤缩，他想追出去质问韩秀雅为什么会认识车江龙，可身体上的剧痛却令他无法行动。狱房外的韩秀雅认为车江龙想要把儿子培养成天下第一的梦想或许不是妄想，不过现在一切都太迟了，毕竟车柱英的血腥味早已弥漫整座监狱，饥饿的鲨鱼们早已垂涎欲滴了呢。第2馆3楼的鲨鱼文香佑正在玩弄老鼠，他一次次松开老鼠给予其希望，然后又一次次伸手重新抓住。文香佑本看2楼的4眼田鸡刘在林长得不错，所以还想找机会跟他好好玩一玩，可刘在林却因为太嚣张被除掉了。文香佑不由得感到无趣，现在他决定要找让自己感到无趣的家伙玩耍。一想到接下来可能得到的乐趣，文香佑就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明白刚跟刘在林打完一架的车柱英现在身体应该很虚弱吧，正好可以好好玩弄一下。此时郑恩秀正在床上瑟瑟发抖，他要在大哥回来之前用勺子挖通1500公尺的地道越狱。吴泰山却在这时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那面墙之后是隔壁牢房。这时他发现外面突然出现一片嘈杂声，其他囚犯都以为自己出幻觉了，因为5楼那里竟然有一个人正飘在空中。文香佑现在非常兴奋，因为车江龙的儿子竟然在虚弱的时候落到了他手里，只要文香佑现在放手，车柱英就会掉到铁丝网上断成2截。文香佑期待的正是猎物在虚弱时被捕获的那种惊恐的表情，光是这种表情就足以令他颅内高潮。可这时车柱英却让文香佑放手，我教你这个白痴不要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深海中的鱼类为了生存总会展开激烈的生存战，刚才一只锤头双髻鲨在一番激战后被坚吻轻杀无情吞噬，
势，可迎接接吻轻杀的却是更加凶猛的鲨鱼。因为扩散在海中的血腥味已经刺激了饥饿鲨鱼们敏锐的嗅觉。天天看科普纪录片的白毛已经快无聊死了，他需要更多强烈的多巴胺来刺激大脑。白毛邀请小羊跟自己一起越狱吧，可这时狱警却将白毛叫了出去。刚才车柱英本还在医务室休息，连部另一边却有人感叹消毒水的味道真好闻。还不等车柱英反应过来，对方的攻击就已经凶狠落下。文家佑看车柱英看起来伤得很重嘛，正好适合入口品尝，他无法放过虚弱的猎物。文家佑让车柱英为了生存，用尽全力挣扎吧，直到你的身体彻底崩溃。身受重伤的车柱英根本无力再战，但文家佑的享受才刚刚开始。他请车柱英再多挣扎一点吧。天龙常务理事郑雄没想到刘在林这么快就被车江龙的儿子猎杀了，他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冲动的行为，因为文夏佑面对那种情况绝对会出手，那是极度心狠手辣的家伙。他曾凭借强大的实力硬闯进天龙的刑讯室，是个不可思议的人才。郑雄看到他就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他十分期待车江龙儿子被吞噬的那一刻。猎物被猎杀前拼命挣扎的模样令文香佑快要颅内高潮了，可车柱英却不屑着让他放手。文夏佑不明白他这种表情是怎么回事，自己刚刚可是差点就出来了啊。那么车柱英现在就要助文香佑一臂之力，他竟主动拉着文香佑跳楼了。随着一声巨响过后，白毛微笑的飞机成功安全降落，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多巴胺宝贝。车柱英刚进入第二监狱时要接受检查，狱警问他物品里的纸条是什么，可车柱英也不知道这纸条哪来的，而纸条上写着的正是航班预计于这天的6点半降落。车柱英没想到白毛真的来了，白毛很好奇他到底打了多少架才会连站都站不稳，他很可惜自己没能看到那能让多巴胺喷发的战斗。从现在开始，白毛将见证所有场面。下一秒他就狠狠挨了一拳，文香佑再次出手了。他最讨厌的就是有人打断自己捕猎了，就像是有人在他即将高潮的大脑内泼了冷水一样，这搞得文香佑一点兴致都没有了。车柱英沉默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不久后，吴泰山跟郑恩秀都在暗骂典狱长在想什么，因为他们房间才刚进来一头鲨鱼，就又来了一个新人，并且白毛还把原本要变成羊肉汤的小家伙救出来了。车柱英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白毛来二馆车柱英还可以理解，毕竟这是他教车柱英怎么进来的，但车柱英怎么都想不通白毛为什么能在预告时间准时出现，而且还偏偏跟他住进了同一个房间。车柱英明白这些绝对不是巧合，可白毛却再次像往常般说这是个秘密，要是车柱英能补足他的多巴胺，那他说不定一开心就说了。车柱英无语，又是那该死的多巴胺。吴泰山有些疑惑，大哥你身体还很虚弱，为什么不在医务室多待几天？但车柱英明白医务室很不安全，那个3楼的变态随时都会闯进去，但在这个房间就不太一样了。深夜睡不着的文香佑正在疯狂灌水，自从尝过车柱英的味道后，他的内心就无法被饥饿填满。不久后，文香佑来到某个房间，房间里的女人已经被他拷问的伤痕累累，文香佑的内心已经无比饥渴，他要让这个姐姐负责。随后房间内便血液四溅，但是这还不够，文香佑一定要把车柱英也吃干抹净。与此同时，白毛刚拒绝了车柱英的保护请求，车柱英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明明在医馆的时候是白毛主动说要帮他的，白毛却表示是你误会了，我的角色不是上场比赛的选手，我就只想当个观众好好看戏，可不会亲自上擂台迎战喽。选手只有车柱英你一个而已。车柱英闻言无奈道，我这样子别说打架了，连路都走不好。可白毛却在这时表示自己有猎杀3楼鲨鱼的方法。另一边的文香佑也要忍不住了，他必须要让车柱英无法自拔。